Hello，大家好呀！今天早上下雨了，下了特別大的雨，我記得應該是6、7點的樣子吧。然後那個雨它就打在窗台上，特別大。我當時在睡夢中還在想，要不要起床去客廳，趕緊去關窗。然後我們昨天晚上洗了一雙運動鞋，晾在了窗台。然後我就想，這麼大的雨，那肯定都淋濕了。結果就是我們房間它是那種迎風的方向嘛，所以雨可能來得更快一些。然後等後面我去看的時候，其實鞋子那邊它沒有完全打濕，就是飄雨飄的特別少，沒有我們房間這個窗戶這麼厲害。然後就是我們的室友早上已經把客廳的窗戶已經關好了，然後我就又回来又安心的睡了一覺。但是現在天外面還是阴阴的，給你们看一下。现在就是這樣子的，可能臉上的痘痘也應該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它沒有那麼癢了。然後我昨天又去買了新的痘痘貼，我覺得效果還是可以的。這裡有一個白色的點，它應該是成熟了，就是好了。耶，開心，戰鬥達人！我現在來喝一下我的咖啡。好喝。昨天晚上出門去超市買那些痘痘貼什麼的嘛，然後剛好下樓，應該是8點左右吧，下樓發現我們的樓底下有一大群人，你們猜他們在幹什麼？就是我是第一次見到在國外這樣子的，就是我們那個樓下面它是很空曠的壩子嘛，平時都會有人來跳什麼廣場舞啊，或者是小孩子在那裡騎車啊，它是那種有遮的，就是我們的1樓它就是空的那種。然後昨天晚上看到很多人在那裡吃飯，就是很多有點類似於四川的坝宴，但是在放一種什麼禱歌，好像是禱告的歌。我們一開始以為是教堂聚會嘛，然後後來又看到遠遠的看到有很多的花，有那種我不知道是鮮花還是真花，是那種花圈，然後下面放着那種禱文，然後有人在那裡念合唱，然後有那些歌，就整體的氛圍就是很莊嚴肅穆的那種，我就感覺好像是葬禮，有點吃驚，就是我們是第一次遇到，就是在這種公共的公寓樓下面就是擺葬禮的。我一般是以為就是會農村才會這樣子嘛，然後城裡的話可能一般都是會去酒店啊，或是去一個專門的場地去舉辦這樣子的追悼儀式或者是怎麼樣的。但是昨天晚上我發現他們就是這種，就感覺是很多其他地方過來的人就是聚集到了這裡，然後一起禱告念禱文。我不知道這個叫禱告還是什麼，我不知道，反正有點類似於像是葬禮的追悼吧，這不是禱告啊，說錯了，有點像追悼會的那種感覺。然後我也就瞥了幾眼，然後我們就趕緊匆匆出去了。然後從外面看的話，它是有那種大的布子把那個他們搭建的那些台就是遮住了的。然後因為我們是居民嘛，然後住在這裡的話，就可能就是能夠直接看到裡面的情況嘛。他們的椅子也是黑的，然後桌子也是很大的那種圓桌子，一桌應該也能坐10多個人這樣子。哇，新加坡我是頭一回有這樣子的經歷，就是旁觀的經歷。然後感覺還挺獨特的，就是我幸好沒有去湊熱鬧，我一開始以為又是類似於廣場舞那種，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唱啊，就是教堂聚會的那種嘛，就是唱經嘛，念經嘛。我覺得還挺熱鬧，還想去湊個熱鬧，幸好沒去，不然的話我就成個罪人了，我覺得。但我感覺好像其他的居民对這種事情就是見慣不怪了，就是很習以為常了。我覺得臉上的那種汗液過敏的人，要保持臉上的痘痘不復發不難受，就一定要待在一個
涼爽的環境，一定要待在一个就是低溫一點的環境，不要待在一個一出汗的地方。我現在就是一出汗我就擦，一出汗我就擦，我臉上一癢我就去洗臉，就是導致我，比如說我一天可能這個要一天就是擦2次嘛，就是按正常來說，但是我一天洗很多次臉，我可能就3次啊，就這樣子，但是我也不敢擦太多，會破壞皮膚的那個什麼他們說的屏障嘛。對，我昨天的安排其實沒有做完。然後我昨天忘記了，我昨天有一個線上的會議，我報名參加了一個 UN， 它就是 UN 的那種線上討論，就是那種研究學者在那裡講一些趨勢嘛，就是講未來 AI 發展對工作的影響嘛，就是對那些弱勢群體啊，或者是說對工作形式的改變啊，什麼什麼的，我就在那裡聽，結果就是一聽就聽到7點了。但是他是從6點開始的嘛，就從6點開始聽到7點。那在那之前我就緊趕慢趕，反正就是剪視頻配字幕，反正就是沒有把我昨天的計劃做完，我今天還得繼續做我那個計劃。然後其實我覺得剪視頻最困難的不是拍視頻，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剪視頻，然後導出這個部分。我並不追求那麼高超的那種剪輯技術啊，多麼炫酷的轉場，我不追求，我就是想把字幕配好，就不要出錯，然後盡量就是盡快的導出來。但是我發現我的蘋果手機到了新加坡真的不太好使了，就是很卡，它不是內存不夠，它就是老是容易運行過熱，就導致我有時候不得不給它塞到冰箱裡面去，就是導視頻的時候，因為它會發熱嘛，然後我就給它塞到冰箱裡面去，然後塞一會兒我去忙我其他的事情了，我一下子又給它忘記了，然後又給它動到關機了，我真的是服了我自己了。所以大家可能看我每次就10分鐘的視頻，其實我可能導要導很久，導1個小時到2個小時都不止。就有時候導出來的視頻，我第一次上傳，我發現它的字幕有問題，然後我就刪掉，我再導第2遍。就是剪的內容沒有問題，就是它導的過程中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老是出現錯誤。就像我那次去那個盤沙礫公園玩，就前半段還好，就是因為我導出來之後我會看一下嘛，我就看了前面和後面都沒問題，結果我一看中間正式發布之後我去看中間的時候，中間它那個字幕它其實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已經來不及了，而且當時時間比較晚了，我就算了。還有另外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激勵我記錄生活拍視頻的那個博主嘛，他轉行了，他轉型了，也不是轉行了吧，他轉型去做文旅類的內容了，這讓我覺得我很孤獨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了他的視頻然後開始拍這種生活記錄視頻的，但是我肯定是其中一個。我就感覺他為什麼轉型了，我就是感覺之前帶教的老師突然一下子他就說他不幹了，他要去做別的東西了，你就很迷茫。我現在說話就是盡量會壓着我的聲音，我發現我有時候說話一着急一緊張，我的聲音就會放大，但是這個就是沒有辦法。我又害怕你們聽不見，因為我沒有帶那種麥，我也沒有戴耳機，我就是直接這樣子外收的，這個音是外收的，我就害怕你們聽不見。待會兒還要幹啥呢？我打算去洗一下衣服，然後我中午的話，我其實有點餓，但我不知道吃啥，我不想吃雞蛋，我剛剛還想着煮倆雞蛋，我不想吃雞蛋，我覺得喝這杯咖啡我應該先能飽一會兒吧。我待會兒餓了，我再去煮個雞蛋啥的吧。哎呀，每天的一日3餐真是讓人挺煩惱的。我之前有段時間特別喜歡吃水煮的餃子，然後蘸那個蘸料，但是我這一段時間特別不想吃，不知道為啥。就其實我有煮好的水煮青菜和豆腐的，我其實就是煮倆雞蛋，拌一下那個生抽，加一點辣椒，可能就可以了。我現在就是不想去弄。
然後我們打算周末要是天气好的話，去一下這邊的牛車水那個街区去逛一下。因為我有看很多其他的博主，就是居住在新加坡本地的人嘛，去那邊拍的視頻好漂亮哦，就是那个街道很好看，我很懷念，我很喜歡那樣子的街道。就是我曾經可能看，就是說南洋那個地方那種電影嘛，就真的只是在電影裡面看過。我就想我自己去看一下，我可能到時候就是沒有什麼美好的詞語來形容，但大家應該都能 get 到那個點吧，我希望。然後我還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的計劃出去旅行，因為過去的2年裡面生活的太壓抑了，然後導致就是什麼旅行都沒有做嘛，可能最遠的旅行就是去隔壁城市去辦簽證。哎呀，這個也是我想另外分享的一個點，就是我記得我之前第一次在加拿大辦美國旅遊簽的時候，因為我對象他的大哥在美國生小孩嘛，然後我們就趕在12月聖誕期間要趕去他那邊去看他的嫂子，就去看小孩，然後我們當時就趕着去辦美簽。我們是住在多倫多的，然後結果預約美簽呢就預約到了渥太華，因為它是比較近的嘛，然後因為多倫多又很難約，就真的特別難約。我們的渥太華的簽證也是排了6個月的，排了6個月才約到渥太華。後來我們就訂了大巴，訂那個 FlixBus，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就是能夠穿梭在城市之間的，就是我們計劃的是晚上8點出發，可能不是，我記得當時的大巴是早上8點出發還是7點出發這樣子，結果當天下大雪嘛，然後白天就下雪，我當時就有一種不太好的預感，我在想這個大巴會不會取消，結果到了晚上它一直沒有停，然後那個雪勢還越下越大，還越積越多，但是沒什麼風，它就是靜靜的下那種大束的雪花，然後那個路上很多白雪嘛，然後後來凌晨1、2點的時候收到那個大巴的通知說那個班次取消了，就讓我們改過嘛。然後我們當時是訂了去的，也訂了來回的，就是訂了往返的。那你往就不能往了，對吧？返那肯定返不了。然後我們就申請退款嘛。然後他當時還跟我們扯了一下，我們就直接跟他講，我說我們是去辦美國旅遊簽的，我都去不了了，我怎麼回來？你又不給我退回來的錢。我就跟他 battle 了一下，我就感覺這個是在海外生活的人必備的一個技能，就是要跟人就是要學會跟人那個叫什麼 argue， 就是力爭，據理力爭嘛，就是維護自己的權益嘛。那個先扯遠了。然後當天晚上呢，因為那個簽證很難約，然後我們還是交錢找人幫忙約的，一次交了2000多人民幣，然後又不想浪費那個錢。然後我們就說，那要不自己開車過去？我覺得當時這個決定真的太大膽了，我當時對加拿大的雪一無所知，真的。然後我們就連夜租了車就去開，因為我們當時收到那個信息就很激動嘛，也睡不着了，半夜經常失眠了。我們就說，那反正半夜睡不着，我們現在去開，還能趕得上早上10點的那個時間嘛。結果我們2、3點就開始出發。你真的不知道那個雪呀，在多倫多市中心還好，就是看不到特別大的雪堆，因為一直有鏟雪車一直在那裡工作。你出了多倫多，開始走上高速的時候，你就肉眼可見的那個雪變大了，而且那個霧非常大，越往渥太華那個方向走，它個霧和雪就越大，然後能見度也就越低。我記得剛開始出的時候，因為多倫多的高速路上還有路燈嘛，我就覺得還好，沒有特別害怕，沒有特別想象中那麼大。我就覺得那我們今天晚上開車這個決定還是不錯的，越往後面走就越後悔。你到後面就真的沒有路燈，就只有那個車燈。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段路它是沒有路燈的，按理說那種高速路上兩邊都會有那種樹木嘛，就是當時的能見度都已經看不見兩旁的樹木了，就全部都是霧。我感覺能見度不到50米吧，然後我們開車就開了2檔還是3檔，然後一直打雙閃，一路雙閃過去的渥太華。其實也不是說一腳油門就到了，
因為我們是半夜出發，當時真的特別困，特別就是開到後面就有點困了。有點疲憊了，而且當時的路況我覺得有點危險，我就說那要不我們開到一個地方我們就休息一下，開到一個地方我們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图上瘋狂找那個停車點，好嗎？我們第一次我記得停到了一個停車場，就是那個停車場已經被大雪都覆蓋了這麼厚的雪了，就是你因為是晚上，然後稍微一些路燈能照你能看到，它停了很多車。很多車它都上面都覆蓋了厚厚的一層白雪，然後我們就在那裡休息嘛。我當時還不知道還會遇到什麼，然後結果我們可能躺下沒10分鐘，然後就有一個人來敲我們的車門嘛。他說他的車壞了，就說他的車沒油了嘛，這個是正常的。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停在那個旁邊，它就有加油樁，然後我們就說那裡有加油樁，然後那個。敲我們車窗人，他說那個加油樁用不了，因為他關門了。你知道有多絕望嗎？我都能想象到那個人有多絕望。我當時就很害怕，我們的車也沒有，你走到半路上很難加油，又是大半夜的。然後我們就想，那能不能打個電話找那個加油站的人過來？但是覺得不太現實，你知道嗎？誰呀，願意為一個工作大半夜的驅車這麼久，而且不知道人家住哪裡，冒着這麼大的雪跑去加油站給你開個門，就是為了讓你加油。我們就讓那個人試了一下，我覺得行不通。然後當時好像就我們的車上沒有很多雪嘛，就是能看得出來是剛剛到的，裡面是有人的嘛。很多其他的車就是感覺就是那種賣車的人停在那裡的，很多二手車什麼樣的，就是露天的那種。所以那個人可能就找我們，沒有找別的，沒有找。我當時還有點害怕，因為是凌晨嘛。然後我知道加拿大的癮君子又特別多，壞人也比較多。我屬於那種膽小類型的，我就跟3歲，我當時有動過一絲惻隱之心，我說要不要讓他進我們車裡面來，就畢竟我們車有油，他不會冷嘛。我說他要去哪裡的話，我們可以載過去。但是我有點害怕，我害怕他持車搶劫啊或者什麼的。然後我們兩個個子又矮，就是跟外國人對起來，你肯定不佔優勢。然後我們就只能說，那我們也不知道了，就是，哎，這個事情我想起來還是有點後悔的。我就害怕他萬一不是壞人，對吧？那真的他多無助啊！但是我覺得應該也能找到方法，畢竟在加拿大生活，你每個人都得有一點這樣子的生存技能，都得有一點在這種雪天雪地裡面解決這種類似困難的那種技能吧。說到激動了，不好意思。哎呀，反正就是後來我們就走了嘛，我們就趁那個人他又回去休息的時候，他好像到處轉悠，他就應該是在找別的人幫忙。你看我們不想幫忙，主要是他也沒有提出來我們能做什麼，你知道嗎？他就說他車沒油了，這個加油站加不了油，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我們也可以幫他打電話，但是他自己有手機也有電。他如果當時提出來說能不能在我們車裡面稍微待一會兒，我們可能應該會答應，但是他當時也沒有說這樣子嘛，我們也就沒有提這些事情。我們就趁他去轉悠別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就偷偷開走了嘛，就不太想傷他的心，就開到了下一個服務站，然後又開始睡，稍微眯，真的睡不着，因為你在那種極度寒冷的雪天裡面，雪地裡面，你真的睡不着。你在那個車裡面一熄火，那個車它就不冷，它就不暖和了，它就冷了，你知道嗎？然後我倆就可能睡到10分鐘、20分鐘就會被凍醒，睡10分鐘、20分鐘就會被凍醒，這樣子。我感覺其實我們一開始打算在那個晚上可能在一個加油站休息幾個小時，就這樣子，但現實是不是的，我們是凍醒了，我們就把車開起來跑，困了我們又趕緊就是在那種能停靠的路邊停下來，我們又眯一會兒，然後又被凍醒，就真的，然後凍醒了之後又開起來跑，我就感覺那一個晚上好漫長啊，那是我睡過的最漫長的一次覺了，主要是太冷了，我們當時就穿了個襖子，我們被子都沒有拿，毯子都沒有拿，我們可能車上都沒有熱水，就是這麼局促的一個決定，我覺得好難呀。為了辦那個美簽旅遊簽，我覺得我這輩子印象深刻。後來終於要開到渥太華了，我倆真的都困得不行了，因為一個晚上基本上都沒有睡多久，睡個20-30分鐘就會被凍醒，睡個20-30分鐘就會被凍醒。哎呀，然後就慢慢開唄，就終於還是趕在時間之前去辦到了那個美簽嘛。我當時覺得為什麼要辦這個美簽？我寧願不要那
2000塊的人民幣，我覺得這太難了。而且當時現在回想起來好危險的，它那個能見度真的晚上我都有點害怕的那個感覺，就是你往車窗兩邊去望，全部都是那種濃霧向你湧過來，因為你的車在前進嘛，你就感覺很多那個霧在把你包圍了，你知道嗎？就是在吞你。像把它比作一種可以活動的生物的話，你就感覺它是在主动把你吞進它的肚子的那種感覺。我都有好幾次我說啊，我好害怕，我們停下來吧，我們慢一點吧。哎呀，但是我覺得不幸中的萬幸呢，就是有一段路真的能见度太低了，那个路也太滑了，我們本能的就是想就隨便路邊停靠了那種，打雙閃了。後來就遇到一個鏟雪車，他帶了我們2個多小時應該。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我想講的，本來就趕時間，你知道嗎？然後他那個趕雪車，我感覺他是用1檔在行進，然後他是那種單行的高速路，他走在前面就除非他主動讓嘛，人家可能就超不了車。然後同時那個路可能燈也沒有很亮，我們也沒有打算去超車嘛，我們就跟在那鏟雪車後面，他就帶了我們1個半2個小時吧。我覺得那就是來救我們命的，你知道嗎？不然真的我覺得好害怕呀，走在那個路上。它那個鏟雪車它的燈比較亮，就能照到我們後車的那個路況，就會好一點。剛好我們坐的那個車它那個燈又不是很亮，我覺得哎，幸好救了我們一命。然後到凌晨4、5點就天開始慢慢亮的時候，那個鏟雪車就走了。反正我覺得好難受啊，那次申美簽的一個經歷。後來就不是10點才開始排隊嘛，我們7、8點就到了，真的太困了。然後車裡面睡又很冷，我們就近去一個商場嘛，想着商場開門了，人多嘛。天吶，我都不想說了。那渥太華的商場，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保安他老是趕我們，就是因為我困得不行，我穿的也不破，你知道嗎？我就是在那個商場裡面的椅子上面，我就躺了一會兒，我想睡一下，我真的太困了。那個保安看見我，他就來趕我，他說這裡不能躺。可是我在想，我也是消費者，對不對？我又不是白嫖的，我又不是流浪漢，我穿的也不破啊，你為什麼不讓我躺？我躺不躺這是我的權利唄。我當時太累了，我不想跟他爭。哎，反正就挺難的。後來我們就去了一個就是還沒開張的餐館面前，它外面有那種擺了很多桌子和椅子嘛，我們就坐在那個桌子和椅子上面，就在那裡趴了一會兒，又不敢真的睡實了。你睡實了，我又怕東西丟了。那加拿大的小偷也還是挺多的。你睡實了，你東西丟了，你證件丟了，你咋辦呀？對吧？沒有辦法。後來反正我就感覺我對那商場保安印象挺不好的，他老是趕我睡覺，我那麼可憐，我躺在那裡睡一會兒，他要趕我，憑什麼？如果是我以後再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就會跟他爭。我躺在這裡怎麼了？我又沒耽誤別的人，對吧？我又沒妨礙別的人，而且那個椅子也有別的人在躺，我沒有看到他去趕別人，你知道嗎？或者是說他趕了我沒看見，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趕我了，或者是他趕了那些人不理他，繼續躺。我沒有那麼剛，我怕他們給我拎出去。那保安也挺壯的，也高的。哎呀，就是這樣吧，反正辦美簽的一個經歷吧。哎，我終於分享出來了，真的是一吐為快。我覺得那個經歷，我當時要是拍成視頻的話，大家都能感受到我當時說的那個氛圍。但是我不想再去拍第2遍了，我覺得太危險了，還是算了。但是當時在那個車上那樣子的路況，照樣有對面的車，因為它雖然是單行道，但它旁邊有另外一個方向駛過來的車嘛，超級快。biu 的一下就過去了 ，biu 的一下就過去了。我當時就在想，這加拿大人開車這麼猛的嗎？就是路上很厚的雪，但是它不滑就還好，有灑雪車一直在掃雪車一直在撒鹽嘛，然後巴拉巴拉。但是它的能見度很低呀。我們當時開110邁就覺得已經超過極限了，因為它高速路，我覺得那種情況下你太快了也不安全。我們110邁都很快了，我就覺得有的車它是160邁，你知道嗎？還有更快了，咻的一下就過去了。還有我們一開始跟在我們屁股後面的車，可能覺得我們太慢了，直接就超了，biu的一下又沒了。我覺得他們好猛呀，我們開車還是不如他們。哎呀，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謝謝大家聽我在這裡聊閒天，拜拜。